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州长6月2日表示，该州多地在过去24小时内共遭受乌军至少107次，造成5名平民受伤，一些商场、住宅、办公楼、农场受损。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别尔哥罗德似乎成为了乌军南线大反攻之外的另一个主战场。根据别尔哥罗德州长透露的消息，州边境多地在24小时内遭遇炮击空袭次数多达107次，主要是乌军通过小型无人机、迫击炮持续不间断地进行小规模且连续不断的猛烈袭扰打击，造成俄5名平民受伤，俄军拦截失败。这应该是继上次乌军反贼小幅度进入别尔哥罗德境内的第3次边境袭击行动了。对此，瓦格纳创始人普里戈金十分愤怒，在社交媒体披露了其讲话录音中，普里戈金严厉痛批了俄罗斯国防部在别尔哥罗德州的表现。他认为俄罗斯国防部迟迟未能平息别尔哥罗德一系列的袭击是能力不够，而他麾下的瓦格纳部队已经做好了准备，可以随时部署在别尔哥罗德，而且瓦格纳可不会等到接受友军或者是国防部邀请后再前往别尔哥罗德前线。可以说，从巴赫穆特5月底陷入俄军之手后，乌军便在别尔哥罗德和附近的周边地区发起小规模的渗透恐袭行动，主要是有2个目的。首先就是挽回战败舆论，其次达成吸引牵制俄军兵力的目的。毫无疑问，这2点乌军已经全部达到了。别尔哥罗德、毗邻哈尔科夫，本就直面乌军最前线。去年俄军发起俄乌冲突大规模攻势后，从别尔哥罗德出击的俄军拿下了哈尔科夫州的大片地区，因此在别尔哥罗德前方形成了一片俄军控制的缓冲区。所以别尔哥罗德还算相对安全，也就是乌军动不动使用战术导弹或者是陆航部队对其发起突袭，但是乌军的地面渗透部队基本上无法对别尔哥罗德发起袭击。但是随着乌军去年秋季的哈尔科夫大反攻，俄军丢掉了哈尔科夫所有占领的地区，失掉了缓冲区，这样就不得不让别尔哥罗德直面乌军兵锋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乌军要对别尔哥罗德地区发起边境攻击实在是太简单不过了，毕竟就是几步路的事情，使用小规模部队频频潜入袭扰，炮兵部队和无人机持续攻击。俄军对于这种攻击每次都能够将其击退，如5月份乌军派了2个小分队入境偷袭，被俄军拉平上将指挥部队全歼，但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乌军往往能够从哈尔科夫继续派遣小分队渗透别尔哥罗德，俄军只能被动清除击溃这股敌人。乌军在别尔哥罗德的行动主要是因为巴赫穆特的失败导致舆论危机，在西方舆论工具的帮助下，乌军在别尔哥罗德地区发起渗透攻击，并且已经向西方媒体宣称了无数个大捷，在舆论上可以说是成功扳回了一局。因为乌克兰想要得到西方的援助，就必须实施反攻，并且要有能拿得出手的反攻成绩。而对别尔哥罗德的攻击，无论是最终结果如何，只要成功进入俄领土，那么即便是最终被全歼，西方媒体也能够给你吹成全面胜利。这样美国还是其他西方国家军援乌克兰所受到的内部阻碍便会越来越小，认知作战可见已经成了现代战争的重要一环。除了舆论造势，乌军在别尔哥罗德的一系列袭扰进攻也确实牵制了俄军部分兵力。现在乌军已经开启了其筹备已久的大反攻，在哈尔科夫仅仅部署几支小规模部队就能够起到牵制更多俄军兵力的作用。当然有网友可能会疑问，因为乌军的小部队袭扰俄军肯定是知道的，但为什么还要上当？在别尔哥罗德部署浪费这么多兵力，而不将这些部队投入到其他战线中抵抗乌军大反攻呢？实际上还是因为政治原因，毕竟别尔哥罗德是俄罗斯领土，天天让乌军在这儿杀人放火，对于俄罗斯本土士气是一个打击。而且对于俄罗斯高层来说，
这样的事若天天发生，也让他们颜面无光。因此，在比尔格罗德，俄军部署大量兵力，政治意义大过军事意义。不过，随着后续乌军大反攻受阻，俄军战线能够腾出手来，完全有能力在哈尔科夫发起一次战役级别规模的打击，或者是进一步巩固比尔格罗德的边境地区防线。因此，从俄乌冲突的总体局势看，乌军在比尔格罗德的一系列袭击所获的军事成果极为有限，但是每次的挑衅行动都将引来俄军更猛烈的报复。